龙汉亮节之后，洪荒大地百废待兴，万族折服。陈仙，你常挂在嘴边的圣人究竟是何意？小蛙道友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不周山，将来便会诞生一位惊天动地的圣人。谁？当然是女娲大神了。哦，女娲大神，你认为她能够成为圣人？那当然啦，女娲大神未来会拜入第一圣人红军的门下，日后巫妖大战不周山岛，天河道观，他会炼五色石补天，随后更是创造人族，立下无上功德，一步成圣。这陈轩究竟是何来历？相识千年，修为平平无奇，只是玄仙，可这番见识却仿佛洞悉了天机未来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无法分辨他到底说的是真的，还是在信口胡说。小蛙道友，你在这不周山盘桓也有几千年了，可曾有幸见过女娲大神真容？自然是见过的，可惜啊，那等无上大神神威浩荡，又岂是我这般小仙能够轻易靠近的？这家伙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就是女娲，将来若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，想来一定好笑。别人穿越不是先天神圣，就是顶级跟脚，凭什么到我这儿就成了龙汉亮节后最没落的龙族？如果小蛙道友是女娲就好了，凭我们的关系跟着他混，不用担心生死。可惜小蛙道友怎么会是女娲呢？她只是一个玄仙罢了，甚至修为还不如我呢。还有外面那头魔鹰，每天在我洞府外面晃荡，摆明了是想要吃了我。哎，他是太乙金仙，在没有突破太乙金仙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够出去，免得成为了他的晚餐了。恭喜宿主，宅家修炼系统正式绑定，只要宅在道场就能持续获得奖励。啊，系统，哈哈哈！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吾乃红军，今以正道成圣，千年之后将于33天外混沌紫霄宫开讲大道，洪荒众生有缘者皆可前来听道。红军正道了，不过我修为太弱了，根本到不了混沌，还是先领取系统奖励。新手大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祖龙精血1滴。祖龙精血，这可是龙族的至宝，有了它，我这废柴血脉就能脱胎换骨了。啊！这股气息是金仙？山妖那洞府里住的不就是条玄仙境的废物白龙吗？他怎么可能突破金仙？定是得了什么天大的机缘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机缘是我的啦！这就是金仙的力量吗？竟真的突破到金仙了，看来他并非我所想的那般平平无奇。他口中的未来，难道……咦，人呢？刚才那股杀气是我的错觉。红军真的成圣了，陈轩道友，他说的竟然全部都应验了，他到底是谁？妹妹，何事让你如此失态？连红军圣人争道都无法让你回神吗？兄长，你知道山药的陈轩吧？曾听你说起过一二，
就在红军圣人正道之前，他便与我说，红军即将正道成圣，1000年后会与紫霄宫开启。什么？未卜相知，严重天机？妹妹，你确定没有听错？千真万确，兄长，你说这洪荒之中怎会有如此存在？妹妹，听我说，此人深不可测，我们绝不能以常理度之。此等存在，只可为友，不可为敌。你日后定要与他打好关系，万万不可得罪。这或许是我兄妹2人未来的一桩大机缘。金仙，这就是金仙的力量，安全感爆棚啊！紫霄宫讲道啊，洪荒第一圣人亲自授课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去了就能认识一帮未来的大佬，还能……等等，去紫霄宫？开什么玩笑！洪荒世界杀人夺宝那是家常便饭，我现在才区区一个金仙，除了有着盘古威压笼罩的不周山，不就是一只会走路的肥羊吗？怕是还没飞到混沌，半路上就得被哪个大罗金仙随手拍死。不去，坚决不去，小命要紧。再说了，别人去听道是为了求个成圣之法，我需要吗？我有宅家修炼系统啊，只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奖励拿到手软，成圣那是迟早的事儿，何必去冒那个险？恭喜宿主，您获得宅家千年大礼包先天灵根人水蟠桃1枚。啊，1000年了，系统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人水蟠桃，哦，我的天，真的是人水蟠桃，这可是洪荒最顶级的先天灵根之一，9000年开花，9000年结果，9000年才的成熟，凡人闻一下就能百日飞升，吃下去更是直接寿与天齐。果然不愧是极品灵根，就这一枚蟠桃，竟然直接就帮助我突破到了金仙大圆满。这要是再来几颗……陈轩道友，你竟然突破到了金仙大圆满！啊？谁？这人是谁？好可怕的肉身力量！光是站在这里，空间仿佛都在扭曲。原来是地祖道友，我还以为是哪个仇家杀上门来了。有意思，看来你这小子过了几千年，还是不知道本座的真实身份。也好，这样与他来往倒也轻松。陈轩老弟，你可算出关了！快，把你那好酒拿出来！几千年没喝，我这嘴里都淡出鸟来了。原来是地祖道友挂念，是小弟的不是，这就给道友满上。陈轩老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家里的那10几个兄弟，真是一个比一个能折腾。哦，地祖道友何出此言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个个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谁也不服谁。今天你和老三打一架，明天老五又把老八的房子给拆了，天天在家里打来打去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这个当老大，头都快炸了。这还不简单？简单？老弟，你有办法？快说来听听。当内部出现矛盾的时候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矛盾转移到外界去。转移到外界，好办法，好办法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让他们一致对外，就没工夫在家里内斗了。陈轩老弟，
你真是个天才！当然，这个矛盾可不能随便转移，你总得找个合适的由头，一个能让所有兄弟都同仇敌忾的借口才行。老弟，今日多谢你的指点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告辞。这地主道友性格还真是火辣呀，来去匆匆。祝融，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说100遍又如何？我说你们共工部落就是一群玩水的废物，在我们祝融部落面前不堪一击。你这红毛怪，找死！那就手上见真章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来就来，怕你不成？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大哥，你别拦着，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这个。我说住手！自家兄弟打得这么起劲，有本事窝里横，怎么没胆子出去找别人的麻烦？哼！大哥，我们哪有别人的麻烦可找啊？太阳系上的那2个扁毛鸟人到处说我们巫族不是盘古正宗。什么？欺人太甚！走，公公，我们现在就上天庭，把那2个鸟窝给他们烧了，讨个说法。这就成了。陈轩老弟的办法竟然真的立竿见影，简直是神迹呀！事情就是这个，帝俊、太医欺我巫族太甚，竟敢污蔑我等血脉，此事绝不能忍！大哥，还等什么？杀上天庭！定要让那2个扁毛畜生为他们的言行付出代价。对，必须要他们付出代价。对，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，传我命令，立刻出发。帝俊、太医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倒是谁？原来是群不周山来的蛮子，不在你们那穷山恶水待着，跑到我这太阳星来狂吠，做什么？帝江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与我们开战吗？开战？你们也配？我只问一句话：你们在背后污蔑我巫族不是盘古正宗，现在还敢问我过来做什么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不错，我兄弟2人从未说过此话。你莫不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，来此无理取闹？好一个从未说过！我就知道你们2个扁毛杂碎不会承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手上见真章，多说无益，打到你们承认为止。放肆！河图、洛书、献！大哥说的对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打！把这2个鸟窝给他们拆了！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盘古正宗。以为钻进乌龟壳里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天真！地主，
所谓绝对防御，往往只是能量强度不够。若遇此况，不妨将所有攻击都打向同一点。听我号令，所有人把全部力量凝聚，攻击我拳头落下的那一点，给我把这龟壳敲碎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主意，大哥，早就该这么干了。今日必叫这2个扁毛畜生血溅南天门！帝江，你们巫族莫非真要与我兄弟2人不死不休？现在退去，先天之事我们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。不死不休，就凭你们也配？动手！啊！不！我的脸！道友，快停手！哪里来的牛鼻子老道，想阻止我巫族行事？放肆！二弟，稍安勿躁。这位道友，贫道太清老子，洪荒刚立大劫，百废待兴，时不宜再起争端。不如看在贫道的薄面上，和帝俊、太医2位道友握手言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握手言和，老头，你问问他，问问这2个扁毛杂鸟，竟敢污蔑我巫族非盘古正宗，你说该不该打？血口喷人！我何时说过这话？还敢狡辩，找死！道友息怒，此事孰是孰非已难分辨。帝君道友，不如拿出些许赔偿，了结此段因果吧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我根本没说过，凭什么要我赔偿？这老东西分明是在拉天价！大哥，三清明显不好惹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今日之辱，来日我们加倍奉还。先给他们！拿着！好，算你们2只杂毛鸟识相。我们走。这1000年来，你倒是清闲，可这修为的提升比谁都快。小蛙道友说笑了，与这诸天生灵相比，我这点微末道行不过是萤火之光，如何能与皓月争辉？小蛙道友，怎么了？啊！打起来了！狐族的祖巫们真的和妖族的帝俊、太医打起来了，竟然真的和你之前说的一模一样。啊，这么快？这洪荒的节奏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巫族和妖族现在就开战了，这时候帝俊、太医甚至都没有创建天庭。他竟然真的全部都算到了，连巫妖2族大战的分毫不差。这陈轩道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小蛙道友，你看到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洪荒
接下来要彻底乱起来了。你我虽然有些道行，但在这天地大劫之中，也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蝼蚁。听我一句劝，这段时间我们就安安分分的待在这不周山修炼，哪儿也别去，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跑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怎么回事？12祖和帝俊太一怎会如此之早便爆发这等规模的大战？天机所示，亮劫开启尚有时日。天机竟是一片混沌，难道是我合道之时出了什么未知的差错，导致洪荒大事发生了偏差？痛快呀！你们是没看见帝君那扁毛鸟被打成熊猫眼的样子，哈哈哈哈！还有太一，平时拽得跟258万似的，还不是被大哥一拳打得脸肿成了猪头？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自称什么盘古正宗？呸！没错，就该这么打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洪荒大地的爷。看今天三清来了之后，帝俊太一那熊样，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，乖乖赔了宝贝就滚了。今日先痛饮一番，待他日再与我等兄弟一统洪荒。一统洪荒，一统洪荒！我们出去打了帝俊和太一。没错，打了又如何？如何？大哥，你可知擅自挑起大战，会让我巫族枉死多少儿郎？你将我巫族置于何地？小妹，多虑了，此事并非我一人之意，是陈轩道友为我等出谋划策。陈轩，那是谁？是我在外游历时遇到的一个龙族朋友，修为虽弱，但见识不凡，况无辣。说，连这等从未尝过的绝世美酒，都是陈轩道友亲手酿造赠予我的。你带我去见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妹，你这脾气我还不清楚，见了他三言两语不合，还不直接把他给打杀了？我绝不可能带你过去。我只是好奇，究竟是何许人也，能让你如此冲动行事？你带我去，我以盘古父神起誓，绝不伤他分毫。大哥，小妹，你们先别吵。大哥，这酒那陈轩道友还有吗？这点儿根本不够塞牙缝的呀！对呀，大哥，这酒太带劲了！你再去找那个姓陈的要个几百坛来，咱们得喝个过瘾。是啊，大哥，再多要点儿，这酒好喝。是啊，大哥，这酒再多要点，这酒好喝。也罢，我便再走一趟。恭喜宿主成功宅家修炼3000年，您获得金乌化虹术。金乌化虹术，这可是妖族天地帝俊和东皇太一压箱底的顶级遁法，一旦练成，一念之间便可横跨亿万里星河。这下可是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。不过我还是得苟住，这门神通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尤其是那2只扁毛鸟，否则被当成偷学功法的小贼，怕是天涯海角都要追杀我，麻烦，天大的麻烦。陈轩道友，一族前来拜访，何否一见？地祖道友，真是稀客。这才回去多久？怎么，那坛酒已经喝完了？这位仙子是？
陈轩道友，幸会，我叫土后。啊，土后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道友这名字若是倒过来念，岂不是就跟12祖屋之中那位执掌大地、最为仁慈仁善的后土祖屋一模一样啦？不过嘛，你肯定不是那位后土祖屋，毕竟那位将来可是要以身化轮回，补全天道，最终成为俯瞰万古、至高无上的地道圣人。祖屋是何等人物？怎么可能会来拜见我一个小小金仙？地道圣人，那是什么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真名？他怎么会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蔚蓝？地道圣人，这是何等东西？他为何说小妹日后会成为地道圣人？啊，难不成我巫族将来还会出现一尊圣人？陈玄道友，你刚才说的地道圣人，那是什么境界？后土他将来真的会成为地道圣人？地族道友，你这么关心后土做什么？他成不成圣与你何干？嗨，我这不是被圣人这2个字给吓到。自父神开天辟地，圣人寥寥无几，如今听闻巫族也能出一位，哎呀，难免有些震惊。陈轩道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道友明示，后土大神未来究竟如何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说多了对你对我都没好处。大哥，这家伙故弄玄虚，说话只说一半，不如我直接将他擒下，用我巫族秘法，我看他还说不说。别冲动，此人深不可测，硬来只会适得其反。不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哈哈哈哈哈！陈玄道友说的对，天机嘛，说破了就没意思了。不谈这些，不谈这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起来，我这次来可是被家里那2个夯货弟弟给烦的。他们喝了你的酒，回去之后茶不思饭不想，哎呀，整天念叨，非要我再来讨要几坛。既是道友弟弟，某自不能小气。哎呀，爽快爽快！道友，光拿酒走多没意思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不如今日就在你这洞天福地摆上酒宴，痛饮一番，如何？哼，小子，只要把你灌醉，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。好，喝酒，好啊。陈玄道友，你看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。你之前说的后土他将来会成为地道圣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呀，我跟你们2兄妹说，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能说出去。要是被红军那老头子知道了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，懂吗？道友放心，我以天道起誓，绝不外泄一字。巫妖2族将来会有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，而大战的最终结果是巫妖2族同归于尽，帝君、太医死，12族也要死上11个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有你们一族的后土，在这之前会感受到地道的召唤，以身化6道轮回，开辟幽冥地府，功德成圣，成为地道圣人。竟然有这种事情！不可能！帝君、太医那2个扁毛鸟根本就不是我们巫族的对手，怎么可能会2败俱伤？现在
不是对手，不代表将来不是。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！没想到小妹你将来竟然还有如此大的造化，地道圣人。兄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？灭顶之灾，他说的是我巫族将有灭顶之灾。不对，陈轩的修为不过金仙大圆满，他凭什么能看穿未来天机？连道祖都未必能尽数推演，他的话也不能全信。小妹言之有理，不过却不可不防。哼，既然那两个杂毛鸟未来会和我们巫族争夺洪荒天地的归属，那便不给他们这个将来。现在就直接把他们给干掉。不行，如果陈轩说的是真的，那巫妖大战便是天道大事。我们若此刻倾尽全力灭了妖族，道祖红军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的，他定会出手干预。我有了，我们不必杀了他们，只要让他们两个一直处于重伤状态，不就好了吗？他们根基受损，就无法突破修为。等我们巫族越来越强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对手了。这倒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等我先把这些好酒全都搬走了，咱们再走。可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天杀的，谁把我的酒全搬走了？帝江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奇怪，是谁在背后骂我？大哥，肯定是你想多了，平时这酒太烈，呛着了。快喝，快喝酒，别磨蹭。就是磨磨唧唧的，再不喝，这坛可就归我了。无族帝江，此仇不报，帝君誓不为妖帝。将来你我兄弟二人修为大成，定要报此血海深仇。兄长说的对，定要将他们王族灭种。帝江那个混蛋，简直就是个土匪头子，竟然还能干出这种绝地三尺的事，把我的酒全都搬空了，害得我还得自己动手。哼！啊，味道还不错。什么味道？竟然如此香甜！道友好，贫道树道人，云游洪荒，路过于此，忽闻一阵沁人心脾的香甜之气，不知道友可否赏贫道一杯，解解馋？啊，原来是同道中人，
这有何妨？请进。好酒，好酒啊！道友修为看似不高，却没曾想竟能酿出如此蕴含大道至理的美酒。唉，些许旁门左道的手艺不值一提。若是有可能，我也想成为像道祖红军那般俯瞰众生的圣人。可惜啊，天赋跟脚实在太低，此生无望。哦，道友也知道红军？那当然，红军道祖合道之后，正道圣人，自称洪荒第一位圣人。如今紫霄宫开奖在即，洪荒之中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可惜了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要论这洪荒第一位圣人，那肯定轮不到红军，而是另一位真正的大能杨梅道祖。只不过杨梅道祖他老人家一向低调，游戏红尘，所以整个洪荒至今都没几个人听闻过他的大名。你竟然还知道杨梅道祖？不可能！这小子不过是白龙血脉，修为才金仙大圆满。他是如何听闻本座名号的？不对，看他的样子，似乎并不知道我便是杨梅。道友说笑了，杨梅道祖这等混沌魔神，名讳早已湮灭于岁月长河。你是从何处听闻的？嗨，机缘巧合，机缘巧合罢了。在一处上古遗迹里，偶然翻到点残篇断简，提了一嘴，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上古遗迹，残篇断简，这小子身上秘密不少。不过看他神情不似作伪，似乎真不知道我就是杨梅。不说这个了，说回红军道祖，他老人家虽然厉害，但他那正道之法以身合天道，实在是不怎么高明，简直是下下之选。啊，下下之选，道友，圣人之法岂可妄议？莫非你有更好的法子？那当然，正道之法，上上者乃是以力正道。盘古大神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可惜失败了。其次便是以法则正道，就比如我刚才说的杨梅道祖，他老人家走的就是空间法则正道，以一道而喻万道，其实力比起合道的红军，嘿，那可不知强了一星半点。好，说得好，以法则正道胜过合道红军不止一星半点儿，说得好啊！那是，只可惜啊，当年诛仙剑阵一役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红军联合了杨梅、乾坤、阴阳三位道祖，一同对付魔祖罗侯，本是稳赢的局面。结果呢，乾坤、阴阳两位道祖当场陨落。道友，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这还用说吗？明摆着的事儿，四个修为差不多的顶尖大能联手打一个罗侯，怎么可能还死两个？肯定是红军在背后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手段，故意坑死了乾坤和阴阳。不然现在的洪荒起码得有5位圣人。是啊，当年乾坤和阴阳的陨落的确太过突兀，我只道是罗侯临死反扑太过凶猛，却从未怀疑过红军。难道真如这小子所说？嗨，道友，想那么多干嘛？
跟我们这种人也没太大关系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杨梅道友，1万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红军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当年诛仙阵前，乾坤阴阳的陨落，是否与你有关？1万年过去，道友今日是特地来此兴师问罪的。果然如此，好一个红军，好一个道祖！若无他事，道友便离去了。本座要清修了。清修？修完了当年的因果再说。杨梅道友，你这是要和本座论道？你如今身合天道，不死不灭，我便是胜过你，也杀不了你。但我今日必须要为乾坤、阴阳2位道友讨要个说法。这是道祖的气息，还有一股丝毫不弱于道祖的力量。道祖红军竟在和人动手，是谁？这洪荒之中，除了道祖，怎会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？怎么回事？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动摇我巫族的地盘，找死吗？都住口！这股力量来自33天外，是道祖红军。道祖，他不是身合天道，高高在上了吗？谁能逼他动手？啊，另一个存在的气息，霸道古老，仿佛不属于这片天地。大哥，天道紊乱，这是圣人级别的大战呐！是道祖，除了他，无人有此威能。可他的对手到底是谁？这等人物，为何我等从未听闻？啊，师尊，这怎么可能？师尊早已是天道化身，谁配让他老人家亲自出手？好强的力量！好霸道的法则！天地间竟还有这等强者，恨不能亲眼一见。这股道域不是洪荒的道。师兄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天气彻底乱了，像是有一颗巨石砸进平静的湖面。阿弥陀佛，天道之下竟生此等变数。师兄，这是变数，更是机会啊！大乱亦是大兴之兆，我西方或许该动一动了。陈轩道友，你可在洞中？
小蛙道友，何事让你这般行色匆匆，连圣人心境都乱了？别说笑了，天外天，33天外的混沌之中，道祖红军正在与一位神秘的强者交手，那股力量，那股大道法则，丝毫不弱于他。那到底是谁？整个洪荒世界，除了河道的道祖，怎么可能还有这等恐怖的存在？杨梅跟红军打起来了？怎么会？前世的剧情里根本没有这一出。杨梅再出山，应该是封神之后的事儿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难道连你也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整个洪荒能与道祖红军放手一战的，古往今来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杨梅道祖。杨梅道祖，这是谁？我从未听过此名号。啊，你自然没听说过，因为他存在的时候，龙凤麒麟三族还只是刚出世的娃娃。杨梅道祖乃是混沌3000魔神之一，本体是混沌中的空心杨柳，其根脚来历与道祖红军一般无二。在龙汉亮劫之前，他们甚至还曾是盟友，一同联手对付过那位掀起道魔之争的魔祖罗侯。啊，盟友，既然是盟友，那他们今日为何会闹到这般不死不休的地步？哈哈，因为盟友就是用来在背后捅刀子的，恐怕是当初道祖红军狠狠地阴了杨梅一把。当初为了对付罗侯和他那无坚不摧的诛仙剑阵，并非只有红军一人，而是杨梅、乾坤、阴阳五行加上红军，足足5位混沌时代的顶尖大能联手破阵。可结果呢？阴阳老祖、乾坤老祖、五行老祖3位大能尽数陨落，而道祖红军却踩着他们的尸骨拿到了最大的好处，最终正道成圣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道祖在背后算计？所以今日杨梅道祖归来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来找红军兴师问罪的。可是当年的真相早已被天机掩盖，杨梅又是如何得知的？又为何偏偏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发难？这洪荒的水因为我的到来是越来越浑了。不愧是合了天道的红军，当真有几分本事。我已斩了你3次道体，你居然还能恢复过来。本座与天道同在，不死不灭。阴阳乾坤五行那3个蠢货早已化为飞灰，你今日杀我3次，也足以抵消当年的仇怨了。仇怨？也只能这样了。红军这老贼与整个洪荒天道融为一体，除非我能证得大道圣人之位，一念便可将整个洪荒世界打回原点，否则根本没有彻底杀死他的可能。不过斩他3次道神，遭受重创，没有1万年的岁月，休想恢复到巅峰，这已经足够了。该死，该死！杨梅，当年的事情，天机早已被我彻底蒙蔽。他究竟是如何知道的？到底是谁？是谁在暗中捣鬼？是谁在算计本座？不管你是谁，若被本座发现，本座定要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！结束了，陈轩道友，33天外的大战已经结束了。红军道祖，他好像是输了。红军合的是天道，借的是洪荒世界之力，而杨梅道祖走的却是以力正道、以法则成圣的路子。单论自身实力，红军自然要比他弱上不少。怎么了，小蛙道友？圣人打架把你给吓着了？你我这点修为，别说圣人了，将来能混个准圣就已经烧高香了。你莫非还真当自己是那位捏土造人的女娲娘娘了？糟了，我竟忘了，陈轩道友并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
我刚才的反应是不是太过头了啊？那倒不是，陈玄道友说笑了，我只是没想到连高高在上的圣人都会落败，一时之间有些迷茫。这天地间究竟谁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强者？算了，想这些对你我而言为时过早。眼下最重要的是红军道祖的第2次讲道马上要开始了，小蛙道友，你可得去听听。红军虽然不是杨梅道祖的对手，但他终究是圣人，是道祖，他的道超出我们不知道多少个层次，对你我而言也是无上宝典。道友所言极是，我定会前往。恭喜宿主成功宅家修行1万年，达到万年宅成就。系统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道级炼丹术。啊！大道级炼丹术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！哈哈，哎，哈哈哈哈！洪荒第一炼丹师是谁？太清老子。哼！从今天起，他那个9转金丹，在我这大道级的炼丹术面前，就是个弟弟。快了，就快要成功了！啊！9转还魂丹成了！哈哈哈哈！这可是连圣人都要动心的无上丹药啊！何方道友竟能炼出此等蕴含大道真意的9转丹药？啊！贫道青青道人见过道友，冒昧打扰，还请道友见谅啊。道长客气了，不知寻在下有何要事？贫道方才于混沌中云游，被一股金天丹香吸引而来。敢问道友，可是炼制出了一枚9转丹药啊？在下陈轩，道长所言不差，刚刚确实侥幸炼成了一枚9转丹药。啊！不知可否让贫道一观此等神物？啊！9道丹纹，大道真意缭绕，这真的是9转神丹？这怎么可能？这陈轩古龄不过数万载，修为更是只有金仙大圆满。贫道不，本座太清老子身为准圣，穷尽丹道1万载，极限也只是8转。他的炼丹造诣竟然在本座之上。道友丹道通神，夺天地之造化，此等造诣当为洪荒第一呀！道长谬赞了，想那3清之首的太清圣人，乃是丹道鼻祖，他的炼丹水平应该与晚辈在伯仲之间吧？啊！他绝对比不上你。他如果见到了道友你这枚神丹，
说不定得当场五体投地，哭着喊着要拜你为师呢。哈哈哈，可惜了，终究是受限于这洪荒天地的材料不够顶级，不然的话，或许能够突破这9转的限制，达到那传说中的10转之境。10转，他竟然还想炼制10转丹药！10转之境，当真存在？大道50，天野49，凡事皆有一线生机，丹道自然也有那一线突破的可能。道友，你缺材料是吗？贫道有。这些够不够？不够，贫道还有。就算是把紫霄宫拆了，贫道也给你弄来。道长这是何意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贫道只有一个条件，你炼丹之时，贫道要在旁边看着，亲眼看着。若丹成，这逆天神物依旧归道友所有，贫道分文不取。好，成交。这是什么手法？以道为炉，以法则为火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用3昧真火，用混沌神火，终究是借助外物，而他本身就是丹道，他说的话就是丹道法则。前不久，道祖在混沌深处被人击败，这说明斩3尸成圣之法固然能成圣，但终究不是最强之道，依然有其极限。而以法则争道，以一道压万道，方是真正的通天大道。我太清老子困于圣人境界无尽岁月，今日得见无上丹道，此乃天大的机缘。或许我也可以以丹道争道，圣人颜面算什么？为了大道，我或许可以拜他为师，求他传我无上丹道。这是丹劫？不对，这是只有逆天之物出世才会降下的大道神雷。四季东来，地涌金莲，这就是10转神丹。贫道竟然亲眼见证了10转神丹的出世啊！丹药化灵，10转神丹竟然能直接化为生灵，这完全颠覆了贫道的认知啊！太乙金仙，这童子一生下来就是太乙金仙，离谱，简直离谱到家了！儿拜见父神，谢父神赐予造化之恩。起来吧，从今以后你便叫丹丘。丹丘谢父神赐名。恳请先生收我为徒，传我无上丹道，此恩太清永世不忘。道长这是做什么？快请起！
我不过金仙大圆满，如何能收你为徒？先生此言差矣。修炼一途，达者为师。先生丹道已然通天，远超我10000年苦修。当得我一拜，当得我之事。收徒之事，休要再提。不过，你我虽无师徒之名，却可在此坐而论道，一同探讨丹道真意。此言当真？十转神丹，竟是十转神丹，打破了天道桎梏的逆天之物。洪荒之中，除了我，竟还有人能触及这种境界。无法推演，天际一片混沌，自以为身合天道，便可执掌洪荒万物。可先有盘古正宗出了异术，如今又有这逆天丹师横空出世，一切全都脱离了吾的掌控。身合天道，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还请先生看在我一片赤诚的份上，收我为徒吧。哪怕只是济民弟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道长，你我缘法不够，此事不必再说。你若再跪，我便只能离开了。啊，也罢，是贫道强求了。既然先生不愿，贫道不敢再求，那便依先生所言，你我在此坐而论道如何？如此甚好。小蛙道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在蛙皇宫中进修，忽感洪荒东方有无上异象，此气浩荡3万里，地涌金莲，天花乱坠，心生好奇，便来看看，是哪位道友得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宝贝？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宝贝？只是我闲来无事，炼制了一枚丹药罢了。一枚丹药？开什么玩笑！刚才那股气息，连天道都为之震动。君老师的紫霄宫怕都是感应到了，这等威势，他说只是一枚丹药。老子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女娲道友，你怎么也寻到此处来了？等下，你们刚刚称呼对方什么？女娲？老子？女娲我知道，但这老道竟是老子。道友你听错了，绝对是听错了。这位道兄刚喊的是雨，下雨的雨，雨蛙道友，对吧，道兄？对，雨蛙道友，贫道刚刚说的是雨蛙道友，还有雨蛙道友，他喊贫道的是劳动的劳，自己的字，劳字道友，没错，就是劳字道友。嗨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们可真是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们是传说中紫霄宫听到的那2位圣人，女娲和太清老子呢。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来，劳字道友，我们继续。刚刚说到何处了？贫道近日正参悟一法，欲斩自身善恶执3念，以求身心清净，与大道相合。只是总觉得前路漫漫，似有桎梏。斩3尸之法，这不是老师在紫霄宫中为我等准圣指明的成圣之路吗？
老子师兄修炼的这么快，都遇到桎梏了。斩念为何要斩？七情六欲亦是大道一部分，你这般练法与炼丹何异？还请道友指教啊！你炼丹太死板，太拘泥于火候与材料了。就像你说的斩念，非要一板一眼，按部就班，这不成。真正的丹道，当以道入丹，以情炼药。天地万物皆可为财，喜怒哀乐皆可为火。道之所至，丹自成。以道入丹，以情炼药，这说的是丹道，可又何尝不是在说吾辈的求道之路？斩三尸是天道之法，却非大道之法，此法有缺。他竟然在指点一条凌驾于老师法门之上的道路。多谢前辈指点迷津，今日闻君一席话，胜过贫道10000年苦修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这才是脱离红军天道掌控的终极法门，吾道将成，正道圣人就在眼前。这就走了？酒还没喝完呢。他竟是如此迫不及待的要去闭关悟道了吗？陈轩道友的随口几句话，就让老子师兄有所明悟了。紫霄宫三讲，老师所传乃天道之法，而陈轩道友所言却是真正的大道至理，胜过一切。若我将太清的精进无为之道与这包容万物以情炼药的丹道完美融合，是否就能创造出一条属于我自己的圣人之道？天道圣人终究是天道之下的圣人，不过是天道的打工仔，而前辈所指的丹道却是一条直通混元大罗金仙的无上坦途。此番恩情无以为报，我隐瞒身份实属无奈，待我此道小成，再以太清老子真身亲往拜谢陈轩道友大恩。奇怪，大兄此次外出归来，为何一言不发便直接逼了死关？看其行色匆匆，仿佛是得了什么天大的机缘。哦，能让大兄如此失态的机缘，这洪荒当中还有何事能让他这般模样？二兄，你说大兄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高人了？弟祖前来拜见前辈。啊，哼！地祖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上次我酿的猴儿酒、万果酿、鸡梅仙露，所有存货都被你这老小子一锅端了。哎呀，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太客气了，快里面坐。陈轩道友，上次的策略虽然精妙，解我无足燃眉之急，但我族不修元神，终究难以长久，未来必有大劫。敢问高人，如何才能让我巫族在这洪荒之中长久的存续下去？这莽撞的帝江，倒还真有几分长远眼光。想长久，简单，得有条后路。后路？
你们一族那个后土，将来有大造化，你们巫族都得帮他，他就是你们巫族最大的后路。未来的洪荒，争的不是山头，不是地盘，争的是天地人三道。你们巫族肉身强横，不修元神，主宰不了天道，那就换条路，去开辟地道。帮后土去打理南幽冥血海，建一方冥界轮回，那里才是你们巫族最好的安身之所，也是对抗天道的关键。后土妹子身负大造化之势，大有可为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先前陈轩道友已然提醒，只不过今日说的更加细致。地族乃巫族上下，谢道友指点迷津。杨梅，好一个空间大道，竟逼得我耗费天道本源。先是巫族异动，又是老子脱轨，洪荒之中出现了一个变量。天道眼，一个变数，竟敢扰乱吾之布局！吾倒要看看，是何方蝼蚁敢逆天而行！福州山洞府之内，岁月静好，陈轩正闭目潜修，浑然不知外界的风暴将至。恭喜宿主成功在洞府内宅家修炼，并持续参悟天机，您获得大道级隐秘术。大道级隐秘术，哈哈哈！保命神戒，在这危机四伏的洪荒，必须还得是狗道成生。定，这下别说红军，就是大道欺凌，也休想找到我的老巢，安心等下一次奖励。怎么可能？吾之神识竟被反噬了！白龙绝非金仙，此等屏蔽天机、隔绝因果的手段，是超越了天道本源的大道之力。他的洞府被一位无上存在加持了。长生洞府，此地是绝对不能轻易招惹的禁地。紫霄宫内的风暴暂息，洪荒世界却暗流涌动，杀机四伏。小妹，何事让你如此忧心？兄长，如今巫妖二族冲突愈演愈烈，红军道祖与杨梅老祖的大战迫在眉睫，未来的洪荒充满了变数与危机。你我二人身处这亮劫漩涡之中，恐怕将难以幸免于难。既然心有疑虑，
何不当面去问问他？小蛙道友，别来无恙，请进。陈仙道友，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小蛙，而是那位传说中补天造人、威震洪荒的女娲大神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和我一起饮茶论道吗？一句问话，如石子投入镜湖，在陈轩的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难道女娲这是看穿自己先前的想法，早就知道自己晓得其真实身份？往后再想这般自然，怕是有难度了。不行，小蛙道友，你别再拿圣人身份来开玩笑了。你就算是那位传说中高高在上的女娲大神，我也只能是仰望啊。不过你现在是小蛙也好，女娲也罢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，与身份、修为、地位都毫无关系。好朋友，原来只是好朋友。看来这位高人当真是心如止水，不为凡俗情感所动。也罢，既然他只喜欢这个小蛙道友，那我便继续以这个身份守护在他身边。陈轩道友所言，小蛙记下了。女娲离去不久，不周山的清静被另一位不速之客打破。啊，这是大道极阵法，竟有人能将大道法则演化为守护洞府的阵法，这怎么可能？霸道的阵法，连我的空间法则都无法渗透分毫。这陈玄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树道人前来拜会陈轩道友。树道兄，你又来了，快请进。叨扰道友清修了。我这大道极隐匿术当真厉害，这树道人修为深不可测，怕是远在我之上，至少也是一位大罗金仙，却被稳稳拦在洞府之外，还对我如此恭敬，这金手指果然给力。陈轩道友，你见识超绝，想必知道这洪荒之中，有没有一种办法，可以彻底对抗一位合道的圣人，将其从天道中剥夺出来，使其怎么了，树道友？你这问题可有点骇人听闻，莫非你还想屠圣不成？道友说笑了，贫道只是对大道修行之路心存困惑，好奇一问罢了。你的好奇心太强了。他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却点到即止。这位高人
似乎不愿暴露自己真正的修为和身份，只想以陈轩之名游戏红尘。也罢，我便随他的心意。杀河道圣人，那太难了。其身和天道在世界之内，不死不灭，但也不是没有办法。还请道友直言。要杀他需要2步，第一，你需要找到一个能隔绝天道监察的至强阵法，让他暂时失去天道的庇护，就像诛仙剑阵那种级别的。第二，则是以空间大道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塑造出一个独立的世界，将洪荒隔离开来，随后在这个时间内将其彻底斩杀。他竟然真的知道，屠圣之法，而且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连我推演了无数元会都毫无头绪的禁忌之法。诛仙剑阵，这玩意儿可不好找啊。哼，那是3清之一通天手中的阵法，要以4把先天杀伐至宝诛仙4剑来布置，非4圣不可破，杀伐之力无穷无尽。屠圣之法，他真的知道，而且他说得如此轻易，仿佛只是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诛仙剑阵，通天。怎么，树道友听完之后还真动了心思，要去屠圣？多谢道友指点迷津，此恩树道人永世不忘。洪荒的这潭水也该搅动一下了。红军，你的棋局该添些变数了。阁下何人？竟敢擅闯我3清道场！贫道杨梅特来邀通天道友共行屠圣之举。大胆！红军乃我师尊，你竟敢口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，找死！师尊，你可知你所尊崇的师尊传授给你们的斩3尸成圣之法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大的骗局，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让你们成为天道的奴隶。一派胡言！师尊乃道祖，圣人之尊，心怀洪荒众生，岂会行此卑劣之事？心怀众生，哈哈哈哈！他红军想要的只是补全天道，而后深融天道，成为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。你们这些所谓的亲传弟子，在他眼中与那洪荒万灵并无区别，都只是补全天道的工具，是耗材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只要你愿意随贫道一起斩杀红军，拨乱反正，贫道便可教会你真正的成圣之法，一条不受天道束缚的大道。信与不信，皆在你一念之间。贫道给你时间考虑。
道可入丹，情可炼药，此法可直通混元大罗金仙。斩三尸，斩去的究竟是执念，还是与大道的亲和？这其中果然有大问题。大道万千，殊途同归，然以身为重，法则正道方为正途。陈玄道友的丹道蕴含无上智理，我需再去请教一番。大兄，行色匆匆，这是要去往何处？无事，心有所感，外出游历一番。游历？哼！同为盘古正宗，为何大兄的修为精进速度竟如此之快？就连师尊红军也对他青睐有加，难道我真的不如他吗？你所尊崇的师尊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大的骗局，一条不受天道束缚的大道。不可能，师尊怎会如此待我？可杨梅，她说的若有一分是真的，我难道真的要与杨梅联手，行那大逆不道的屠圣之举？检测到宿主已闭关1000万年，恭喜宿主成功宅家修炼1000万年。您的修为已突破至太乙金仙大圆满。太乙金仙大圆满，虽然在这洪荒之中，依旧算不得顶尖大能，但有大道级隐匿术在，圣人也休想推演出我的根脚。再加上这圆满境界的金乌化红术，打不过跑总是没问题的。1000万年过去，想必红军和那帮算计不休的大能们，早就把我这号人物给忘了吧？很好，继续低调，继续宅家才是王道。恭喜陈轩道友修为大进，距离那混元大道又近了一步。小蛙道友客气了，1000万年不见，你的修为不也同样越发精妙高深了吗？妖族帝俊太一同日突破，双双正道准圣，洪荒震动。大哥，如今你我兄弟皆已突破准圣，是时候了，是时候去找那群巫族蛮子报仇雪恨了。二弟，不可冲动。不可冲动，大哥，你忘了那些死去的妖族儿郎了吗？我没忘，但巫族有12祖巫，如今他们每一位的修为，恐怕都不下于你我，
我等二人如何与12尊准圣抗衡？那又如何？难道我妖族的血都白流了吗？难道这仇就这样算了？二弟，我知你心中之恨，但巫族乃盘古正宗，身负开天气运，与他们硬拼，非智者所为。难道我妖族就不是洪荒生灵？难道我妖族就天生该被屠戮？我不甘心！不，你说的对，我妖族不该任人宰割，硬拼不行，我们就用脑子，用大势。既然巫族有盘古正宗之名，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更高的名分——天命。天命？没错，你看这洪荒，万灵异兆，有灵智者皆可为药。巫族号称盘古正宗，但他们只知蛮力，而我们妖族数量庞大，掌握着灵智与智慧，只要我们立下天庭，聚拢万妖气运，便可自称天命所归。啊！立天庭，聚万妖气运。到那时，我为天帝，你为东皇，你我兄弟便是这天地的主宰。好一个天帝，好一个东皇！大哥，就这么办？我等便立下天庭，号令洪荒。届时，我等裹挟整个洪荒的天命与气运，去压那12祖物。我看他们还如何与天斗，定要将巫族除灭殆尽。今日，我帝俊建立妖族天庭。我为妖族天帝，号令洪荒，统御万灵。我为妖族帝皇东皇，天庭之下，万妖天灵，我服者杀无赦。拜见天帝陛下，拜见东皇陛下。今日，我帝俊建立妖族天庭，我为妖族天帝，号令洪荒，统御万灵。今天喝个痛快！我为妖族帝皇东皇，不服者杀无赦。
两个杂毛鸟，竟敢自立天庭，号令万灵！他们这是不把盘古父神放在眼里，反了天了！哥哥们，还等什么？杀上9天，把那2个鸟人的鸟窝给他砸个稀巴烂！烧了都没意思。待我引来天河之水，淹了他们的破天庭。若能将矛盾转移，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。神仙道友所言的转移矛盾，我还在想去哪儿找个靶子。这2个鸟人竟然自己跳出来送死，号令万灵！哼，这洪荒大地乃父神精血所化，我五祖才是父神正宗。什么时候轮到扁毛畜生在此饶舌？传我号令，集结所有五祖儿郎，妖族不敬父神，当诛！此战为父神证明！巫族的怒火是洪荒最原始的煞气，当这股力量彻底引爆，整个天穹都将为之战栗。此战不退！好快的速度！五祖蛮子，胆敢放我天庭神威！刚立天庭，尔等就来送死，今日便叫你五祖有来无回！就凭你们2个杂毛鸟！朕12都天神煞大阵，凝聚盘古真神。这是盘古父神。混沌珠镇压！新生的天庭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
脆弱的如同沙堡。帝俊与太一的霸主之梦尚未开始，便已碎裂。啊！天帝东皇竟被一击溃败，连12祖巫都敌不过，还谈何统领洪荒，庇护我等？为何会如此之想？我乃天命所归的天帝。杂毛鸟，记住今日，以后见到我们巫族，绕着走。你休想！我妖族誓与你巫族不死不休。今日之辱，来日百倍奉还。还嘴硬。走了。南天门的一战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洪荒的平静湖面，激起的涟漪传遍了每一个大能者的感知。哼，披毛戴角之辈，师生卵化之流，也妄想称尊做祖，可笑至极！哼，这两个蠢货竟敢在陈轩道友的禁地附近如此嚣张，当真不知死活，活该被教训。哼！不对，天道大势被强行扭转了。按照本座推演，巫妖两族当在此刻达成平衡，相互制约，怎会是妖族被如此羞辱，气运一朝溃散？又是那个变数，那条该死的白龙，此寮一再干扰洪荒天道，坏我布局。待我完美合道，必将你从根源上彻底抹杀，诛灭一切痕迹。哼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前所未有的危机感，让这位道祖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。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真正的天道，用整个洪荒世界的力量去碾碎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大变数。道祖闭关，天机混沌，而在洪荒大地之上，一场属于胜利者的狂欢正在祖屋殿内上演。痛快，实在是痛快！那两只扁毛畜生被我一拳打得金乌血乱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我的玄冥真水厉害，直接浇灭了那不可一世的太阳真火。帝君老儿那张脸比死了爹还难看。一场大胜，让巫族的气焰达到了顶峰。盘古正宗的威名再一次震慑了整个洪荒。今日之胜，不过是仗着肉身强横，可长此以往，我巫族不修元神，不敬天地，终是无根浮萍，
陈轩道友所言的退路。大兄，啊，小妹，你……我看到了，巫妖之战血流成河，无数魂魄无处归依，在洪荒大地上游荡哀嚎。他们生前为洪荒繁盛而争，死后却化为天地间的戾气。大兄，我想我明白我们巫族真正的使命了。是了，就是这个。大丈把脑子打糊涂了，早该找小妹商量的。小妹，你感悟到了什么？快告诉大兄！大兄，小妹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我感悟到天地有缺，天道在上，却管不了亡魂轮回。我欲以我之身化为六道轮回，为洪荒亡魂寻觅归宿，也为我巫族开辟一条永存之路。好！不愧是我盘古后裔。小妹，你想做什么，便放手去做。我等11祖以盘古父神之名起誓，必倾全族之力为你护法。不周山神光万丈，巫族因后土之宏愿寻得生机，而9天之上，惨败而归的妖族天庭，正被无尽的绝望所笼罩。帝将，我必杀汝啊！又败了，胜又如何？天地又如何？在盘古正宗面前，终究不堪一击。天庭何谈天庭？洪荒何谈统领洪荒？陛下，我等……大兄，不然我们就此解散天庭吧。这万古霸业，不要也罢。你我兄弟便回着太阳心中潜修，从此再不过问洪荒之事。我们躺平吧。好。当万古的雄心化为尘埃，当不败的战役归于死寂，两位妖皇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然而，命运的棋局岂是棋子想退便退的？拜见道祖。天庭乃大道之事，妖族之事亦是定数。尔等身负天命，怎可因一时之败轻言放弃？天命定数！我妖族儿郎尸骨如山，天庭基业毁于一旦，这就是你说的天命？道祖，我们不干了。对，不干了！这天庭谁爱见谁见去，这天地谁愿当谁当去。我们兄弟二人不奉陪了。道祖若真觉得这天庭如此重要，不如您老人家亲自来坐坐这天地之位，如何？此番劫难非尔等之过，只要尔等重立天庭，贫道可赐下顶级先天灵宝，助你兄弟二人镇压气运，甚至可为尔等留下一道鸿蒙紫气，许你二人一个成圣之机缘。不干了，圣人，连命都快没了，还要当那个受人摆布的圣人作甚？不干！好，很好。天道无情，大势如轮。可当推动轮子的棋子选择躺平，
这天道大使也第一次彻底脱轨。天道脱轨，洪荒震动。而在这风暴的中心之外，一方仙道依旧宁静，直到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，打破了这万古的祥和。陈仙道友出大事了，天大的事！小蛙道友，何事如此惊慌？那12族又杀上天庭了，帝君和太医被打得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那2个金乌被打得道心都崩了，嚷嚷着要解散天庭，回太阳星养老。这都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，道祖他老人家的化身都亲临凌霄宝殿了，说是要赐下顶级灵宝，还要给陈胜的机缘，让他们重立天庭。你猜怎么着？啊，怎么了？他俩居然给拒了，当着道祖的面说不干了，道祖气得拂袖而去，整个洪荒的气运都乱了。啊！巫妖罢工，帝俊躺平，红军被拒，这洪荒剧情怎么跟我知道的完全不一样？难道是我的存在引发了蝴蝶效应？陈玄道友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无妨，只是些许小事，不值一提。天庭兴衰，巫妖争霸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。唯有自身大道，方为永恒。依我看，真正能稳固洪荒气运的，还是像女娲大神那般的存在。若她能早日造人成圣，以无上功德镇压天地，这些纷争自然会平息。一句点拨，如暮鼓晨钟，在女娲心中掀起万丈狂澜。那困扰了她无数元会的迷雾，似乎在这一刻被撕开了一道裂口。我的道原来在这里。妹妹，你在此处站了许久了，可是那陈轩道友又说了什么惊人之语？兄长，我陈胜的机缘或许到了。啊？什么？妹妹，此话当真？你悟到了什么？快与为兄说说。兄长，我等虽为混沌魔神的一脉，生而强大，但我一直在寻我自己的道。你看这洪荒，巫族霸道，妖族蛮横，视万物为刍狗，就连道祖亦不过是视众生为棋子，算计天地大事。这片天地看似繁荣，实则缺少了真正的秩序与生机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生灵，一种道体天成却又懂得礼仪秩序的生灵，以此来补全洪荒的缺失，以此来成就我的挖皇之道。啊！创造生灵。陈轩道友说的果然没错，杀伐不是大道，算计亦非永恒。唯有创造，唯有赋予这片天地全新的生机，才能获得天道最高的认可，获得那无上的功德，从而成圣。岁月流转，洪荒不继年，女娲造人成圣，功德无量。而方正仙光阴一起，翟家第10000年奖励混沌灵根黄钟礼，翟家第10万年奖励神通秀丽乾坤，翟家第50万年奖励。哼，大罗金仙成了，这个呀，比之以前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总算在这洪荒有了些许自保之力。
绝不能大意。巫妖亮节马上就要开启，届时大罗遍地走，准胜不如狗。我这点修为，出去乱浪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继续狗，不成胜绝不出关。陈轩闭关，洪荒却风云再起，一股无形的大势悄然笼罩了整个天地。这是何等功德？开天功德也不过如此吧。女娲，她竟成圣了！古名女娲，今于不周山下造化新生灵，曰人，以无上功德立意成圣，死后当为蛙皇。天道有感，圣人出世，进入了圣人时代。圣人出世，威压席卷洪荒，即便是身处海外仙岛的陈轩，亦无法幸免。啊！女娲造人成圣，剧情终于回来了。啊！果然，小花道友就是女娲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圣人大腿。美了美了，往后这洪荒我也有大腿抱。往后若女娲不主动说破，我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好，这样才更加自然。女娲成圣，洪荒震动。昆仑山巅那股无上威压，同样打破了万古的沉寂。这便是圣人之慧，两功德撬动天道之力。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单修自身大道，终有尽头。唯有将自身之道与天道功德相合，方能一步登天，成就混元圣人。哈哈哈哈！果然，陈轩道友的丹道是成圣的钥匙，而女娲成圣的这无量功德，便是最好的催化剂。时机已至，吾当闭关，正道混元。女娲师妹竟先吾等一步。哼，不过是得了造化生灵的功德，投机取巧罢了。老子一念起，天地皆感应。所谓闭关，不过一瞬，混元之道已然洞开。吾为太清老子盘古元神所化，今感天道，立下人教，以无为之道教化人族，镇压人族气运，人教立，天道立胜。大兄他这便正道了。女娲靠的是无量造人功德，大兄为何如此之快，连闭关都未曾？
顺天而行，阐述天道。原来如此，这便是无之道。吾为玉清元始，今立阐教，阐述天道之意，教化天地，顺天引人之辈。阐教立。天道之下，众生皆可截取一线生机。吾为上钦通天，今立截教，有教无类，为众生截取那一线生机。截教立。天数彻底乱了，女娲成圣提前了100万年，老子更是瞬间正道，究竟是何处出了武都未能算尽的变数？我们的时代，妖族的时代，彻底结束了。一日多圣，洪荒巨变，圣人威压如天倾覆，无远弗届。这股道运，为什么这老子的身影跟青青道人那么像？那股道运简直是同出一源，该不会青青道人是老子吧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老子是什么身份？盘古元神，未来的3清之首，怎么可能会跑来向我一个小小的大罗金仙讨教丹道？一定是错觉，对，一定是老子也修炼了类似的丹道。巧合，我这么低调，怎么可能引起这种存在的注意？绝对是巧合！检测到宿主心境剧烈波动，并成功苟过正道威压。恭喜宿主闭关10万年，成就达成。您的修为提升至大罗金仙中期。大罗金仙中期，终于突破了！嘿！圣人出，天地惊。昆仑山上那股清净无为的道运尚未完全消散，另外2股同样霸道绝伦的圣威便已降临。大兄，你究竟得了何等机缘，竟能在我2人之前一步正道混元？你我3人皆为盘古元神所化，根脚气运本在伯仲之间，大兄此番确实是快得异乎寻常。非是为兄天资过人，实乃为兄在游历洪荒之时，有幸遇上了一位高人。高人？大兄莫不是在说笑？你我已是圣人之尊，这洪荒之内，除去老师，谁还能称得上是我们的高人？那位高人丹道修为深不可测，以真化境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拥有洞察天机之能，为兄能有今日，全赖他的指点呐。竟有此事！大兄，那位高人身在何处？我等如今大道未稳，正需这等高人指点迷津，还请大兄务必为我2人引荐。引荐自然可以，不过那位高人喜好清静，不问世事。你们去了之后，有2件事必须切记。大兄请讲。其一，千万不能暴露你我圣人的身份；其二，在那位高人面前不得称我为大兄，
当称我为青青道人。你我也只以普通道友相交，论道即可。啊！青青道人，这是为何？为何要如此遮遮掩掩？大兄此举必有深意，只是隐去身份去拜访一位高人，这未免……机缘就在眼前，去与不去，全看二位师弟自己的选择了。天道之内，圣人接连出世，其威压不仅震动了洪荒万灵，更惊动了那游离于天道之外的古老存在。又是圣人，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女娲、老子，绝非偶然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不周山的那位存在，随意指点几句，便能催生出天道圣人，这早已超越了天道，是大道级的存在。而在洪荒大地，感受最深的，莫过于身负盘古血脉的巫族。可恶！女娲也就罢了，三清也成了圣人，我们巫族的处境岂不是更加艰难？圣人不死不灭，从此以后，我等行事怕是要束手束脚了。你们可曾想过，为何是女娲和老子？兄长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女娲去过，老子也去过，他们都曾拜访过不周山的那位前辈。一句指点，便能让人成圣。前辈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等恐怖的境地？我等之前的猜测还是太浅薄了。巫族若想长存，当思退路。那不是指点，那是真言，是救我们巫族全族的救命真言。